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3月20日，星期四。那么我今天呢，主要想聊一下有关摄影的内容。其实我这个频道刚开始做的时候呢，我做了几期有关摄影的内容，那个时候也有不少网友呢关注了我。但是呢，后面我没有持续的去更新摄影的内容。为此呢，我在这里向这些关注我的网友呢道歉。那么我今天呢，会在这个视频的下方放上一个链接就是未来呢，我会专门做一个频道是有关于摄影的。那么喜欢摄影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那个频道。那个频道呢，我只会发布有关于摄影的内容，好吧？那么今天想聊点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今天就是3月20日呢，富士它发布了一台新的相机。这台相机呢，外号 GFX100RF 那么这是一台不可换镜头的，也可以说是固定镜头的中画幅相机那么这台相机呢，我想以我的角度来聊一聊，就是我会不会去购买这台相机它吸引我的地方有哪些？那么又有哪些地方呢？我觉得它是不这么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相机的参数这台相机首先它是1亿2000万像素的1亿2000万像素呢。应该来说就是我可以说是几乎可以覆盖目前所有你需要用到的这个地方不管你是拍摄商业的，还是拍摄什么个人博客的还是只是拍着玩各种摄影，1亿2000万像素完全是够用了这点呢，我觉得是不错的那么它的这个 CMOS 它依然采用的是44×33这个大小的 CMOS 就感光元件。那么它呢，比起35就是全画幅的这个相机呢，它大概要大1.7倍。但是呢，它比起就是6×4.5就是645中画幅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呢，它还是要小了不少所以呢，在这台机器上虽然它是用了一支35的镜头，但是呢，我们要乘以一个转换系数所以在这台相机上呢，它差不多是在28视角这支镜头。那当然了，就是比起真正的中画幅相机，对吧？就6×4.5的这个大尺寸，那么它其实是一台阉割版的中画幅相机那么这个呢是作为我来讲呢，我不太能够接受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到2025年了，对吧？就对于我们这些摄影有一定时间的人来讲呢，我们希望就是中画幅相机最好是能够来一台不被阉割的，对吧？我觉得就过去用那个全画幅相机也是的全画幅相机那个时候有一个 APS-C 的也是一个阉割版的全画幅相机。那么买来镜头什么的那个时候还分，就有些镜头是可以用在这个 APS-C 的画幅上，有的镜头呢只能是用在全画幅上。所以呢换来换去画质首先肯定是全画幅的好，那么低感光的时候肯定也是全画幅的好，色彩肯定也是全画幅的好。然后呢镜头还要换来换去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新手，就换来换去也觉得就换不太清楚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对吧？但是怎么说呢，也要考虑到整体的价格那么现在这台相机
首发价格呢，差不多是在35000人民币左右，那么换算成美元嘛，差不多是在$5000左右，对吧？它的价格啊，应该来说，也不是特别的昂贵啊。就作为一台残幅的中画幅相机来说啊，它不算是特别昂贵的啊。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些功能啊，比如说呢，它有一个那个拨杆啊，它可以啊把这个相机呢，根据就是1:1的啊，17:6的，16:9的啊，反正就是它有好多种相机的尺寸的格式啊，这种比例供你来选择。那么这种呢，就富士公司啊，它宣传为就是说啊，你可以又感受大画幅的视野，又感受这个中画幅的视野，你也可以用这种就是宽幅广角的视野，你也可以用这个36×24的这样的一种视野，对吧？所以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视野可以去选择啊。那么这个在我看来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宣传卖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拍一张照片以后，我是可以放到那个 Photoshop 里面，我是可以去后期修改的，对吧？我想设置哪种格式啊，现在也有很多种软件了，也不光包括那个 Photoshop 啊，好多种软件你都可以自由的去更改许多这种格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拨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有一种复古感，但是呢，这个功能啊，似乎就是并不是那么有用啊。但是呢，它有一个比较有用的功能啊，就是它有很多种胶片的模拟的风格啊。那么如果长时间玩摄影的朋友啊，应该不陌生。就富士啊，它也是就是在过去在胶片时代的时候啊，富士的胶片也是很有名的啊，它有几款比较著名的胶片。后来到了数码的时代呢，富士的啊一些数码全画幅的相机啊，像什么 S3啊、S4啊、S5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啊，它以就是它的这种颜色色彩啊作为一种卖点，拍人像啊或者说拍一些风景啊，那么也有很多人啊就喜欢啊富士的这种色彩。到了啊就是现在的这种旁轴时代啊，就像富士过去热卖了几代啊这种数码的旁轴机啊，那也是因为啊它的色彩，还有它的复古的一些机身外观吧，我觉得啊也被很多爱摄影的啊或者说文艺青年啊就所喜欢。所以呢，富士的色彩啊，我觉得在里面有很多种模式去转换，这个呢，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功能啊。就算是很精通 Photoshop 后期的人啊，也不一定就是能够啊调出这样的色彩啊。那么啊，它的这个色深啊是16比特的啊。那么像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台相机是宾得645Z 吧啊。那么这个宾得645Z 呢，其实在中画幅的应该来说啊，它是44×33的一个先驱者啊。但是呢，它的这个相机呢，主要由于就是它的镜头啊很大很重，机身呢也是过于庞大啊，再加上呢就是它的色深啊，它的色深始终是一个令很多摄影玩家啊不太满意的地方，因为别人都是16比特，这个宾得这个相机它的色深只有14比特，它跟一台就是不是特别专业的就全画幅单反的相机的色深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导致呢就是很多原来喜欢宾得的朋友啊，后来也就不得不换门了。所以呢，富士在这里用了16比特的色深啊，这个呢应该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卖点。
那么色深越多呢，就它本身包含的信息量就更多。那么这台相机呢，它还有一个摄像的功能啊，它可以拍那个4K 30P 的这个视频。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可能大家也不在乎，对吧？我觉得就花钱买这台相机的摄影师也好，就是玩家也好，啊，应该都对这样的摄影的功能呢，是不是那么感冒的啊？主要还是看它摄影的功能啊。应该来说啊，它会像徕卡 Q 系列一样啊，它会出几台啊，就比如说装上35的镜头啊，装上55的镜头啊，再装上一些广角啊，对吧？那么根据过去胶片时代的他们这种出相机的一种方式，和现在就是徕卡相机的这个 Q 系列出这个相机的这种方式未来应该来说它会连续出这几个系列。那么我觉得，如果呢，就是我已经购买了富士的之前的一些可以换镜头的相机的话呢，中画幅的相机的话呢，应该来说我是不会买这台相机的那么有可能呢，就是我只希望先拥有一台相机，并且它是高画质的，它也是中画幅的那么我就先买一台这个富士的相机，先用一下然后后面等到它出了更多个这个款式不同的镜头装在上面，那我就再额外的买1台2台或者就这样子把它买全。这种人呢是很多的我也是参考那个徕卡 Q 的玩家因为徕卡 M 系列的玩家和徕卡 Q 的玩家也会有不太一样就有许多这个徕卡 Q 的玩家，他一开始是一些什么设计师或者一些艺术家那么摄影呢只是一种拍摄素材或者说一种爱好，但是呢他们对这个画质或者说对这个相机的品牌呢也是有一定的要求，那么他们呢就会去买这种就是徕卡 Q。 那么一上来让他去花就是买一整套徕卡 M 的价钱呢，他也觉得太贵了，对吧？那么他去买这个徕卡 Q， 然后他用的不错以后呢，那么也习惯了徕卡 Q 的一种操作的方式那么他们就会去再买这个徕卡的Q 的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富士推出这样的一个系列呢，应该来说呢也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我不太会去买那我也坦诚的说一下2个原因吧。我个人觉得呢当然一个呢就是因为是 CMOS 画幅的原因因为对我来讲呢，就是说可能我情愿用一台就是说全画幅的相机我也不太再愿意去买一台残幅相机了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取景的问题它取景呢是一个电子取景它不是光学的。那么对我来讲呢我本身我又是一个戴眼镜的人再加上呢就是根据我过去使用这种电子取景我发现呢就是电子取景用了一段时间对视力很不好，并且呢会眼睛有一种非常模糊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主要是这2点。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这个相机它35焦段但是它的光圈呢是 F4的。那么光圈 F4的这个镜头呢，在中画幅的这个相机领域里面呢，应该来说是一支很普通的镜头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没有达到我的期望那么如果说像宾得之前它出的645的系列，那么它里面的一些镜头，比如说55 2.8或者说35 2.8 90 2.8，那么它都能出到一些2.8的镜头。那么像徕卡的 Q 系列那些镜头呢，
也都是什么1.7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光圈，对吧？那么这个我觉得呢，有可能也是为了就是控制成本吧但是这样的一个镜头如果是2.8光圈的呢，我觉得就是我会增加我的购买的想法那么还有就是如果又是 F4的光圈然后又没有防抖的话，那么1.2亿的这样的一个像素呢，我觉得还是对拍摄者有很高的要求的这个是有点难的。那么它会基本上呢，就是沦为一台日光机或者说就是你在一些街拍你在一些光稍微暗一点的情况下面总之它的使用的这种范围可能性就会降低不少除非你用那个三脚架，对吧？其他其实我觉得这台机器不错我觉得都挺满意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像它的重量很轻700克，说实在的700克用1天都不会觉得累，并且呢像它的这个电池也很耐用，官方反正公布的数据是可以拍800张其实1天下来能拍到200张300张，像这个中画幅的照片你能拍到200张300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量了就很难拍到800张这样。所以它这个电池呢，应该来说是充1次电可以用个2-3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用个2-3天那么最后呢，就这台相机它的外观我觉得也不错就它设计的外观还是很符合摄影传统的这种审美当然了，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它未来在二手市场它的情况可能不会太乐观因为呢就是从44×33画幅的中画幅相机来看像徕卡的相机里面44×33画幅的那些中画幅的系列是卖的，在二手市场是卖的最便宜的就没什么人会买，没什么人会要所以呢就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因为现在的这个相机更新换代所以呢你几年用了以后呢，你可能如果到时候想去置换什么，那它的这个残值会很低当然了，这个是以我的角度个人的看法来聊这台相机，那么大家呢只能当一个参考，好吧？那么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